那麼主要指的就是一個輻射的暴露和一個積累。雖然我們說單次的 CT 劑量在安全範圍之內，但是不必要的積累仍然需要我們就是老朋友、老患者盡量需要去避免的。那麼磁共振呢，雖然沒有電離輻射，但是頻繁的檢查，比如說身體的一些植入物啊，或者咱們提到的這個幽閉恐懼症啊，其實也是一種心理上面的一個負擔。對。那麼一提到心理負擔，那就第三個我就想提到，就是說心理負擔是指什麼呢？指檢查、等候、解讀、再檢查這一個循環下來，就是持續的心理的應激源。对，那麼這個循環就會加劇我們焦慮的這個情緒，長期的焦慮本身就會通過神經內分泌系統損害健康，形成一個惡性的循環。那麼第四個負擔其實就是咱們說經濟啊，包括資源的一個負擔。個人的醫療支出那肯定是要增加的，那社會的寶貴的醫療資源也是有時候没必要、非必要的一個占用。对，明白了。其實科學隨訪呢，它是平衡了風險和負擔的這樣的一個結果。那具體到臨床上，比如說我們非常常見的肺結節那這個科學的間隔，通常來說我們怎麼樣來去確定它？它要遵循一個什麼樣的原則呢？好，其實關於這個科學隨訪啊，咱們就以肺結節為例肺結節為例，國際上通行的一個指南是根據我們結節的大小、密度，這裡密度啊包含了比如說實性結節、膜玻璃結節，還有混合性的結節，還有它的形態，給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一個複查間隔的建議。那麼咱們舉一個例子，對於一個小於大概6毫米左右的一個實性結節，那麼這類人群就可以把它命名為低風險人群，其實根本就不需要常規的隨訪。那麼對於一個8毫米的膜玻璃結節而言，那麼就建議12個月後，也就是1年之後，1年之後進行一個複查隨訪，嚴格遵循這個基於大數據的一個時間表，那麼遠比我們一些患者的這種焦慮驅使的自行縮短時間要更理性，要更安全。但是其實還是會有點擔憂哈，比如說如果一定要遵循這個時間表，那我可能就會存在一個問題縮短複查的間隔，那不就可以更早的去發現變化，讓我們覺得更安心，不是這樣嗎？但其實是這樣，我們遵循這個指南的話，其實有很多臨床意義上面的結節它的生長的非常的緩慢，它是以年為單位來計算它的這個生長周期的。那麼我們在過短的時間進行複查，看到的尺寸很可能就落在我們測量啊，包括這個掃描的這個合理誤差的範圍之內。這個假性的變化就容易引起我們患者的不必要的一些恐慌，從而造成它進行一個過度的一個干預。明白了。所以其實您的意思是說，我们要学會信任科學指南和醫生的判斷，而不是完全把自己交給這個恐懼來支配。是的，是的，而且還需要一個更深層次的一個觀念的一個轉變啊，就是說我們要從被動的等待影像判決到主動的我們去參與健康的一個構建。那麼我們說一張膠片只是身體在某一個瞬間靜態結構快照，這6個字啊，靜態結構快照，而真正的健康是一個動態的一個功能流。那麼更根本的金標準是我們身體的感受，比如說我們是否活動自如，是否精力充沛，是否睡眠安穩，情緒平和。如果我們可以過渡到關注影像的精力轉移到我們關注改善日常的體驗上面的話，那麼我們整體的这個健康狀態可能會獲得更實質的一個提升。確實是這樣哈。那說到這兒呢，其實您還提到了一個叫做焦慮心態它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健康。那這種因素這種影像的發現，它可能會引起我們的一些焦慮那到底會對我們的身體產生什麼樣的一些具體的，甚至可能會對於後續的長期影像變化都造成2次傷害的這種影響呢？對這個問題其實非常關鍵。這種影響是潛移默化的，而且是雙向的。我舉一個很常見的例子咱們有時候做一些影像檢查會提到，報告裡面會提到說腔隙性腦梗死，或者說叫缺血灶。那麼很多患者做頭颅 CT 或者說磁共振的時候，報告上一旦出現這樣的字眼，或者說這樣的描述，那麼在醫學上通常指的是大腦深部微小血管的一個閉塞。那形成的病灶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小，很有可能完全沒有症狀。
那也不行，因為這個腦梗死這3個字，確實對於我們的患者來說，這個衝擊力太大了。確實，尤其是這個咱們提到說這個腦梗死，一提到梗死這個概念就非常可怕。那其實一種常見的情況發生了，比如說原本沒有症狀的人，那麼我們得知到這個發現以後，開始就對身體有這種異常的敏感性，那麼就會覺得，哎，我今天是不是頭就昏沉了？我今天走路不穩了，記憶力變差了。這種關注它的本身就是放大了我們的這種感覺。那麼又提到這個焦慮了，那焦慮其實就會啟動身體的這種應激反應，導致我們的交感神經興奮，壓力激素上升，比如說我們有腎上腺激素，有皮質醇，對吧？這種激素分泌一旦增加，就會引起身体的一個波動。那這種因為情緒所引發的身體的這種應激反應那從醫學的角度上，會對我們的生理狀態造成什麼樣的一些具體的影響？比如說，我們常說您剛剛提到的這個腦梗死它可能和我們的心腦血管有關那這些焦慮，它對我們的血管健康會形成影響嗎？其實這個影響是很直接的，比如說血管收縮、血壓升高、心率加快。這種血壓的波動和長期控制不良，其實它們才是我們腦血管健康的最大的一個危險因素。那麼血液可能就因為這種波動呈現了一個高凝的一個狀態，長期以往就會影響我們的免疫，影響代謝。我能理解那其實這個就是形成了一個循環了那還請您幫我們再詳細的描述一下這個循環它是怎麼樣發生的它如何從心理影響演變成為了一個真正威脅我們實質生理健康的一個因素。好，其實我給大家舉一個怎麼說呢，值得警惕的一個循環吧。是這樣，因為一個穩定的舊影像的發现而觸發了我們的焦慮。那麼我們的焦慮引發了血壓升高這種不良的生理反應，那麼這種反應、這種改變增加了新發腦血管的真實的一個風險，增加的這個風險又進而加劇我們這個焦慮。焦慮，我們就渴望的去頻繁的檢查，這就是一個閉環，確實是這樣，而且是一個惡性循環。那焦慮情緒的本身就吹動了健康風帆的這種不穩定的一個氣流，可能在未來的影像上，像剛才您介紹的，雕刻出新的問題。明白了所以這一直其實是一個需要被看見的一個惡性循環，只不過是我們沒有真正的這麼清楚的把它擺在桌面上，清晰的來介紹過它。那孙醫生，如果我们理解了要科學安排影像複查，把一部分總想去往醫院跑的這個精力和心神把它省下來那我們應該把這個寶貴的精力投入到哪幾個關鍵的養護的方面呢？這個當然可以。您就比如說我們總想着給這個房子、老房子拍一些裂隙的照片的這個注意力，那麼我們可以轉移到我們加固一些地基，我們改善一下防水，優化一下內部的環境，做一做內環境的裝修，那麼我認為其實最核心的養護圍繞着3大支柱可以開展。那麼第一個就比如說是營養，構築我們健康內在材料與環境。